那望遠鏡已經裝進了重型獵鷹火箭的整流罩裡。北京時間8月30日19點26分，它將從肯尼迪航天中心39發射台，搭乘 SpaceX 的重型獵鷹火箭，正式離開地球，飛往150萬公里外的拉格朗日 R2 點。而且這次任務甚至比原計劃提前了大約9個月。但在真正點火以前，羅曼已經完成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最後一次地球旅行。羅曼並不是到了發射場以後才完成組裝，他真正誕生的地方是 NASA 的戈達德太空飛行中心。主鏡、廣域成像儀、日冕儀、太陽能電池板以及整個航天器平台，全都是在這裡建造完成的。2026年6月，羅曼的所有製造、總裝、集成和測試工作全部完成，一台真正完整的羅曼空間望遠鏡才終於站在了戈達德巨大的洁淨室裡。接下來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去發射場。羅曼首先被放進一個專門設計的溫度、濕度都能夠控制的運輸箱，因為此時它已經是一台完成最終裝配的精密光學儀器。灰塵、濕度、剧烈溫度變化，甚至運輸過程中過大的震動都可能帶來風險。他先從戈達德出發，通過公路運到巴爾的摩港，然後在那裡裝上 NASA 一艘非常特殊的運輸船——飛馬座驳船。這艘船以前甚至運輸過航天飛機外部燃料箱，甚至阿爾特彌斯2號的火箭適配器。運輸船從巴爾的摩出發，沿着美國東海岸一路向南，最終在6月21日抵達佛羅里達肯尼迪航天中心。羅曼抵達以後，第一站是肯尼迪航天中心的有效載荷危險服務設施，這是一個巨大的潔淨處理廠房。6月25日，工程師先把原本橫躺運輸的羅曼慢慢旋轉到垂直狀態。7月25日 ，NASA 給羅曼灌入了大約290加侖，也就是1100升左右的氰推進劑。這些推進劑會一直留在羅曼自己體內。等火箭把它扔出去以後，羅曼還要靠自己的推進系統修正軌道、控制姿態，最終進入 L2 附近的軌道。到了這裡，這台望遠鏡才真正進入最終發射狀態。8月21日，工作人員把羅曼吊起來，安裝到重型獵鷹的有效載荷連接結構上，然後兩半巨大的白色外殼慢慢合攏。羅曼最終被完全包在了獵鷹重型的整流罩裡。從這一刻開始，直到進入太空，外面的人基本就再也看不到它了。這兩片整流罩本身也非常巨大，它真正的任務只有一個，替羅曼扛過發射最暴力的幾分鐘。而羅曼裡面全是高度精密的光學和科學儀器，所以在飛出濃密大氣層以前，這兩片整流罩就是它的最後一層鎧甲。等到幾分鐘後，空氣已經足夠稀薄，整流罩才會從中間分成兩半脫落，甚至連着兩半整流罩 SpaceX 也準備回收再利用。而負責送羅曼上天的就是整流罩下面的重型獵鷹火箭。你可以把它理解成3枚獵鷹9號的翼級被綁在了一起，中間是一枚加強過的中央心级，兩側各掛一枚助推器，每一枚翼級下面都有9台 Merlin 發動機，所以點火的時候，下面27台發動機會同時工作，總起飛推力超過500萬磅，大約2280萬牛。整枚火箭高70米，起飛質量超過1400噸。為什麼8噸左右的羅曼需要這麼大一枚火箭？因為羅曼真正的終點是距離地球大約150萬公里的拉格朗日2點附近，所以火箭必須給第2級足夠的能量，把羅曼直接送上一條通往 L2 的高能轉移軌道。等第2級完成最後的軌道注入，羅曼會和火箭分離，而真正複雜的工作才剛剛開始。發射大約5小時後，羅曼會開始展開太陽能電池板和遮陽結構。2天左右，高增益天線展開，隨後廣域成像儀、日冕儀和精密導星系統會依次通電檢查，整個在軌調試過程大約持續3個月。而它前往 L2 本身大約需要1個月左右，之後再經過軌道調整和系統標定，這台在戈達德一點一點被拼起來的空間望遠鏡才真正變成一座工作的天文台。而美東時間8月30日7點26分，27台 Merlin 發動機會同時點火。那一刻，也是羅曼在地球上10幾年製造工作的最後1秒。從那以後，人類就再也沒有機會碰到它了。
下一次我們真正看到羅曼，應該就是幾個月以後，他從150萬公里之外，第一次把屬於自己的宇宙照片傳回地球。